表臂、大臂、躯干，已经部分内脏都找到了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天亮前就能搞定。这又是一起分尸案，而且还是被剁成无数小块再抛的尸。抛尸的地点是在高速公路的旁边。经法医检查后，确定死者是男性，从胳膊的长度以及脂肪的厚度推测死者的身高在1.70米到1.75米之间，体重大概80公斤。在现场发现了3灵虫，死亡时间大约在4天前。因为身体组织的不规则性，我们现场的麻包现在都已经装满了，大约在8公斤左右。目前我们只找到了2个麻包，剩下的应该被抛到了别处。路边的栏杆上有少量的血迹，凶手可能是在抛尸的时候把尸袋放在了上面。有了大范围的搜索，随后他们又在5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2个装着尸块的麻包。警员从麻包上面的痕迹推测，凶手应该是个种地的。一共发现了11个麻袋，这个年头还能用麻袋，而且一次能拿出这么多的，大概率就是农村种地的。法医仔细检查每一个麻袋后，发现麻袋的底部有一些花生壳、棉花的叶子、碎土以及芝麻粒儿。结合这些麻袋没有被反复使用过的痕迹，能同时拥有这3种农作物的地方，也只有周边的冻山区。而抛尸的路段前后50多公里，大部分都属于冻山区。冻山区有一个叫石铺的地方，那里就是以古法榨油而闻名，种的庄稼大多也都是花生、芝麻之类的。最关键的信息点是，死者50多岁，体态有些胖，死亡时间大概在4天前。大家都知道，分尸案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尸源，只是他们一直找不到尸体的头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凶手可能是为了隐藏死者的身份，由此就可以推断，凶手和死者极有可能是熟人关系。很快，他们根据辖区派出所的反馈，石铺村的户籍居民中有一个叫陈大宁的，各方面都符合死者的特征。拿到这个信息后，叶谦立即找到了陈大宁的儿子陈志。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陈志竟然丝毫不在乎他爹的死活。经过 DNA 对比，死者是你父亲陈大宁。真死了？那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呗？你这小伙子什么态度啊？去世的是你亲生父亲。是。血缘上是仅此而已啊！陈志首先表明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。这个月他们店在搞电竞，他白天在店里，晚上在宿舍，经理和室友都能给他作证。至于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态度，他也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。不是你们调查这么久，不知道陈大宁是个什么玩意儿是吗？关于他，我半个字我都不想说。原来陈大宁的媳妇儿死了之后，他就惦记上了村里开油房的谢汉国的傻媳妇，为了就是谢汉国卖油攒的那点钱。这傻婆娘是谢汉国捡的，这儿有点毛病。谢汉国一死，这陈大宁就跟这傻婆娘勾搭上了。这个谢老汉和傻媳妇有一个儿子叫谢文乐，20多岁，尸袋中有花生壳和芝麻粒，这些都跟榨油有关。而谢老汉又死了好多年，那么谢文乐必然就是警方的头号嫌疑人。只是谢文乐的名下没有车，也没有驾照信息。同时他们也了解到，死者陈大宁生前是一个酒鬼赌棍，属于好吃懒做的那种人。陈大宁的媳妇得知陈大宁和谢老汉的傻媳妇有一腿之后，就喝农药自杀了。没有了媳妇的阻挠，陈大宁很快就跟谢老汉的傻媳妇同居，并且领了证。陈大宁的目的也就是要拿到谢老汉的钱。也就在这时候，警员在高速的监控中找到了抛尸的车辆，根据车牌，他们锁定了车主李东。难道说凶手不是谢文乐，而是李东吗？最可疑的是，叶谦带人找到李东的时候，这家伙看到警察撒腿就跑，这不就差把我有问题写在脸上了吗？接下来在夜市上就上演了一出鸡飞狗跳的抓捕。抓捕的过程不遗言表，审讯室内，李东承认那辆车是他的。你的车为什么会出现在陈大宁被抛尸的现场？抛尸？说为什么杀陈大宁？陈大宁是谁我都不知道。李东虽然不认识陈大宁，但是他和谢文乐倒是有一些商业上的合作。他把收来的猪肉、猪下水、猪肥膘交给谢文乐，让他帮忙炼油，每次都是把车停在谢文乐那边，等他炼好了，他再连车带油一起开走。那么如此来说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谢文乐的身上。